概70万吧，其实还好，没有很贵。300万左右，27万，100到200万，70几万，40万的，花了多少钱？快200万吧。外开眼袋，那音波、电波，还有那个自体补脂，主要着重在唇腭裂的整形，鼻子，然后平胸、下巴正颚手术，额头、眼睛、鼻子、植发，然后唇、胸部。该做都做，然后鼻子做过2次，然后第1次在台湾做400，然后后来飞去泰国做第2次。40万的是下巴，做性别置换手术，白话一点就是变性手术，就是去把鸡鸡切掉这件事。因为男生原本就比较会有一些棱棱角角的轮廓，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比较精致的女性的外貌，势必得要去做一些取舍。工作的性质就是比较需要外貌，机会会比较多。平胸是因为我从小就不能够接受自己身上有女性的特征。之前有一个男朋友跟我说，啊，你胸部真的很平哎，你像飞机场哎，我跟你交往真的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这样子。那我就觉得人真的有这么现实吗？唇腭裂必须的，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近视。整形就是像买东西的概念。他买了一个 Apple Watch， 我觉得很屌，很好看，那我也要去买。人是很山癌，如果不整形的话，人很能有办法留下来。我家人其实不知道我去整形，即便我第1次做鼻子的时候包了一整个大鼻子回家，我妈也没有觉得我整形，她只觉得我跟人家打架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但是我们要征求他们同不同，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我的。蛮反对的，他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我爸也不希望我在脸上动刀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，还是会默默的支持。一定是反对的啊！没有爸妈会觉得我自己的女儿长得不好看啊，他一定是觉得我自己生的女儿永远是最漂亮的那个。的确，我也没有多丑啦。那时候并没有住家里，所以我可以有很多时间在外面恢复完，比较像个人的时候，比较正常一点再回家。他看到的时候就已经都已经这样了，也没办法再说什么。我超兴奋，很害怕，看到针我就会哭，太痛的话我会大叫。在手术前，那个医生他拿了一张他自己手绘，就是手术完后的照片，就跟我想象的，好像不太一样，我就会害怕说，是不是我做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妈妈就跟我说，你就不要想太多，你就相信医生。期待跟恐惧都有。能让生命逝去的人士，即便他有很大的风险的人与。我比较极端一点，是我可以接受死掉这件事，我不能接受失败，因为那是心理上的一个煎熬。上颚的那个削骨很像夺魂锯，因为你是醒着的。全程牙医呢，他就是把我的肉翻开来，然后再拿模具，然后去把你的那个骨头磨平磨齐。额头它离头很近嘛，它宿醉感很重，大概维持3、4天了。我喝酒不会宿醉，但是做额头超醉。私密处的照顾痛苦一点的部分是扩张的部分，你要拿不同的尺寸去慢慢的扩张它，就像你穿耳洞一样，你一定要去维持它，不然它会愈合。开眼袋完以后，你的两眼是淤青的，整个眼睛充血，其实我是看不太到。唇鼻重建，那都是从我的骨头挖出来去填补我的伤口，所以那个疼痛程度就是你呼吸都痛，非常痛。术后的修复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，非常的紧张。你是成功，你还是失败，你都不知道，那就是会有一个容貌焦虑症。所有的整形我都觉得是值得的，因为这个是我想要的样子。我现在50几岁嘛，那你去同学会你就知道了。很值得，让我在人生中经历了很大的生死恩爱，体会到很多。工作上面很明显的就是你案子有增加，更有空间争取你想要的东西，有超乎我的预期，超级加分。我觉得100分没有再高了，说实话。即便知道它后面的那些辛苦跟疼痛，我还是会选择再做一次。我还是会，我可能会更早弄，所以我现在都叫我女儿早点弄。就是你25岁，你就留在25岁，肯定会做，而且早一点做，太后悔就是23、24岁的时候才做这个手术。还是会，虽然说很痛苦，可是那个结果确实是值得的。一个新的自己，我会觉得会过得蛮有自信。那如果对于
你想整形但还不敢踏出那一步的人，我会建议就是不要害怕，就勇敢的去做，一定会比原本的好，因为再丑都不会比现在丑。